欢迎观赏台塑企业线上文物馆。现在你已抵达2楼创办人纪念专区，眼前是创办人王永庆先生的画像。王永庆先生生于1917年，于2008年逝世。以这里为起点，往左边走，开始为你介绍创办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奋斗历程的故事。现在右手边所看到的展墙是王永庆先生生平事录。王永庆先生出生于新店植坛，16岁时在嘉义开设米店，38岁成立台湾塑胶公司，至今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一股重要力量。抬头看看，你会发现难得一见的王永庆先生青年、中年及老年各时期的珍贵照片。后方也可看到创办人王永庆及王永在先生的画像。画像中，王永庆先生的背景是台塑企业运动会的5000公尺比赛，而王永在先生的背景是六轻工业区。这两幅画除了可以看出兄友弟恭的情谊，更呼应两位创办人坚韧不拔的毅力及开创台塑石化产业的决心。接着请继续前进，从右手边的展区开始，我们先来了解创办人的家族简史。首先看到第一位，创办人的父亲王长庚先生。长庚这个名字想必耳熟能详吧？没错，长庚医院就是以父亲的名字来命名。当时王长庚先生因罹患肠套叠，未获得妥善治疗，不幸辞世。所以王永庆先生发愿，将来事业有成时，将开设一间设备完善的医院来服务一般平民百姓，以回馈社会。第二位是创办人的母亲王瞻样女士，她是一位刻苦耐劳与自立自强的女性，并影响了创办人的处事态度。享寿108岁，台塑员工都称她为台塑阿嬷。接下来看到的是三兄弟，王永庆先生为长子，开创台塑企业后，世人赞誉为经营之神。第二位是王永成先生，大家对他应该比较陌生。王永成先生天资聪颖，勤勉好学，原本可以一展抱负，但却不幸感染肺结核，在26岁时去世。而第三位王永在先生是家中最小的弟弟，因带领台塑开发麦寮六轻，被各界推崇为六轻总工程师。后方还有几张珍贵的家族照片，可以看出家族深厚的情谊。接着请转向后方，站在菜园中的妇人就是台塑阿嬷，创办人的母亲王瞻样女士。据王永庆先生回忆，母亲做任何事都很有天分，如菜园中看到的挂彩，因母亲细心照顾，又大颗，品质又好，经常可以卖到好价钱。此外，她也特别善于观察。你有发现右边的芹菜园为何会搭上棚架吗？主要是芹菜不需太多阳光，反而可以长得更好，因此母亲就搭了一个竹棚，减少日照，种出来的芹菜可以长到90公分高。从这些例子足以了解创办人母亲勤于动脑的精神。请继续前进，左手边可以看到一间土脚厝，这里是创办人小时候新店植坛老家的场景。
前方的2位蜡像是创办人的父母亲。父亲从事卖茶的中盘商，收购回来的茶叶会请工人和家人先把杂质和石头挑出来，对于品质相当注重。虽然收入往往只足够全家温饱，却还是常常为乡里出钱出力，是乡里间公认的大善人。他的身教言教影响了创办人在事业有成之余，仍然不忘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接着往前会看到文艺米店。为了负担家计，王永庆先生15岁便辍学到嘉义当配米工人。1年后，利用父亲借来的200元，开设一间小小的米店。我们一起进入米店参观吧。眼前坐在正中央的是王永庆先生，右边扛着米袋的是王永成先生，左手边称米的是王永在先生。2个弟弟在课后之余便一起到米店帮忙。王永庆先生对顾客管理很有一套，除了主动定期送米到客户家，另外也登记了客户领薪水的日期，在发薪日后2-3天去收款。最重要的，还非常注重米的品质，所以获得不少客人的青睐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从王永庆先生开米店的用心，了解现今台塑企业为何成功的原因。现在，请走出米店后向右前进，我们将一同了解王永庆先生的创业历程。隧道左侧可以看到王永庆先生所做过的事业。第1张照片是1933年在嘉义开设碾米厂，第2张是1942年在嘉义民雄开设砖窑厂及养鹅，第3张是1943年在台北承德路上开设建材行，最后1张是1953年在台北松山开设砖厂。走出隧道后，你会看到一幅厂区照片，这是王永庆先生当时因缘际会获得了美元贷款计划，在高雄设立台湾塑胶公司的早期样貌。但你知道吗？台湾塑胶公司原名称为福茂塑胶公司，但为何会改名呢？请看厂区照片前方的展示柜中，我们特别放一张公文，上面写着从福茂塑胶公司改名为台湾塑胶公司的过程决议书，着实珍贵。紧接着，在你后方是创办人人生态度展示区，展墙上述说着他为人处事的人生观。你可以特别驻留阅读王永庆先生著名的授儿启示，并看看前方2个玻璃展示柜。请先看向右边的展示柜，里头所摆放的是名片、手表、眼镜以及肥皂等。王永庆先生相当爱物惜物，物品能用就绝对不会浪费。例如左上方所展示的肥皂是否与众不同呢？王永庆先生会将用旧的肥皂叠在新的上面继续使用。而左边的展示柜摆放着帽子、运动鞋以及蓝色毛巾等。这2条蓝色毛巾一新一旧，旧的是王永庆先生每天做毛巾操所使用的，而这条毛巾已使用了30年之久哦。从这些物品使用过的痕迹以及保持的良好状态，再显示王永庆先生勤劳朴实的精神。最后一个蜡像展示区就在你的身后，
是台塑企业位于高雄厂区的第一间办公室。3坪大的办公室朴实无华，2位创办人与干部常常以办公室为家。虽然创业辛苦，但支持他们勇往直前的动力却是来自墙上的一张世界地图。他们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会带领台塑企业发展到全世界。为了缅怀创业的艰辛过程，本馆特别完整复刻当时办公室的原貌，展现在你的眼前。接续往前走，我们将来到2楼的后办展示区。这一区主要讲述创办人经营智慧对台湾经济之贡献、环境保护及社会公益。如果你时间充足的话，可以慢慢观看展墙文字。离开2楼展示区前，别忘了和创办人蜡像合影留念哦。本楼层介绍结束，欢迎点选其他楼层继续参观。